江云打胎伤了身子，医生断言她不能再生育。那胎是我们老师的，他却骗我是意外受了伤。为了让他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我甘心情愿做起他背后的男人，在家像保姆一样给他洗衣做饭。可是在他28岁生日这天，他双手勾着公司经理的脖子许愿，不管以何种身份，我希望你能这样陪着我朝朝暮暮。男人笑问，不怕被你家那个窝囊废知道吗？那样无能的男人也值得你提起。江云踮起脚亲在他的唇上，你就当他是免费居家男保姆好了。男人愉悦大笑，捧起江云媚红的小脸，秘密亲吻起来。我站在门外如坠冰窟，可是他不知道，我这个窝囊废男保姆的收入是他几倍。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江云28岁生日这天是小寒，我做好满满一桌饭菜等他下班。他发微信告诉我，公司临时加班，可能很晚回来。我回他，老婆安心加班，不论多晚我都等你，爱你。走到阳台准备抽根烟，打开窗户突然发现外面已经下起了雨夹雪。想起江云早上穿的短裙，他那个停车场又远，我赶紧带上羽绒服和雪地靴，打了辆车过去。带到他们公司，整个办公区安静空旷，一个人也没有。正担心江云是不是已经冒雨雪回家了，突然从走廊里面一间办公室传来了江云娇媚含笑的声音。我舒了一口气，太好了，原来他还在。我悄悄走向那间办公室，想看一看江云工作时候是什么样迷人的状态。走到门口却怔住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两人吻的情动。江云媚眼如丝，情意缱绻。佳明，今天是我28岁生日，我许愿，不管以何种身份，我希望你永远能这样陪着我朝朝暮暮，好吗？男人细细摩挲她白嫩的脸颊，如若珍宝般。他轻啄了一下江云的红唇，笑得痴然。那你家里那个窝囊废呢？那样无能的男人也值得你提起。江云踮起脚亲在他的唇上，你就当他是免费居家男保姆好了。男人的大笑声传来，我僵住了，呆呆地看着两人吻得意乱情迷。我仓皇地转过身朝公司外走去，一共不到30米的距离，我却走得异常艰难。走到他们公司的楼下，外面已经飘起了雨夹雪，伴着风抽打在脸上，很疼很疼。约莫过了1个小时，那个叫佳明的男人先下了楼。他看见站在雨雪中的我，愣了愣，然后露出了一抹微不可察的讥讽。他笑得意味深长，小江在后面马上就下来了，你可真是他的贤夫啊。我没有搭理他，越过他的身子看向已经走出电梯的江云。他头发有几分凌乱，面颊带着不自然的潮红。看到男人的背影时，轻抿嘴唇，微微浅笑。他快跑了几步，想追上男人脚步，临近时他才发现站在男人对面的我，厌烦的表情毫无征兆浮到脸上，与1分钟前的娇羞形成鲜明对比。你不在家好好玩你的游戏，来这里做什么？他大声地斥责，一如既往的不会顾及我在外面的尊严。我没有说话，只把手中装着羽绒服和雪地靴的2个袋子扔到了他的脚边。地面的雨水飞溅到他的肉色丝袜上，他潮红的小脸憋到青紫，正欲发作。佳明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他弯腰捡起袋子，掏出后发现是羽绒服，忙为江云披上，转而神情鄙夷地看着我道：小江每天工作已经够辛苦了，你不能为他分担，也不要来无理取闹吧。
亏你还是个男人。我哑然失笑，我不能为他分担家中所有的开支，所有家务，包括他的家人，难道不都是我在付出吗？江云一个月2万多的工资确实不算少，可连他平时的护肤、购物都不够，又怎么养得起除他以外的3个人？江云的脸色很难看，他愤恨地一脚踢开装着雪地靴的袋子，气鼓鼓地踩着高跟鞋去开车了。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更别妄想他开完车后来接我了。尽管我现在身上的外套已然湿透，工作日又是雨雪天，前面排了100多人打车，我到家的时候都快12点了。打开家门发现饭菜他们已经吃完了，现在只剩下满桌的狼藉。瞥了眼周围，岳母和小舅子的外套衣服都扔在沙发上，江云的高跟鞋甩在客厅中央。我脑袋发胀，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惯着他们。我无视桌上的乱七八糟，径直去了卫生间，让自己泡个热水澡放松一下。浑身浸在温暖的浴缸里，整个人慢慢松弛下来，我才发觉自己的心几乎揪成一团，捧起热水浇到冰冷的脸上，掩盖住眼睛欲涌出液体的冲动。江云是我从初中开始喜欢的女孩，在我心中，她如皎洁的月亮。4年前，初中同学斌强告诉我，江云好像受了伤，影响到生育。斌强知道我初中开始就喜欢江云，和我提起也不过是唏嘘罢了。我决定去看看他，仅仅是想去看看，可他却问我还喜欢他吗？如果还喜欢，可以接受他的话，他愿意嫁给我。他并没有瞒我他不能生育的事情，望向我的眼睛，一脸坦然。那时我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样的过往，看着他蕴藏了浓浓悲伤的眼眸，我一阵心疼。我发誓一定会好好呵护他。我没有任何犹豫的同意了。我爸妈也很开心，当然他们不知道江云无法生育的事实。我想着这件事情并不一定是绝对的，现在医学很发达，例如试管婴儿什么的。退一万步，就算真不能生育，若他喜欢，我们也可以领养。我们房子是爸妈攒了半辈子的钱买的，装修是我出的。婚后，江云没和我打招呼，就将老家的妈妈和弟弟接到新房。这个我并没有计较，一家人嘛。江云在一家软件公司做 HR， 工作很忙。为了让他更好发展事业，我便承担起照顾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起居的责任。那时的我是幸福的，为了心爱的女人，就算做全职主妇也甘之如饴。我是做小程序开发的，也会帮客户建构和维护小程序购物商城。我在家中工作，在网站上接单，时间久了也有几家固定的合作公司。有一家本地的公司一直问我要不要技术入股。为了能让江云安心工作，继续完成她的事业规划，我都婉拒了。因为现在我每个月收入七七八八，也有4、5万，好的时候7、8万也不成问题，平平淡淡也是福嘛。我是这样想的，之前没有告诉江云，是怕她有心理压力，怕她觉得在公司努力工作还没我在家赚得多，所以我只默默承担家中所有的开支。当然，江云也未关心过他1个月转给我的1500是否够花，哪怕他稍微有点细心，都会发现我在家中工作的事情。去年已经和江云他妈离婚了800年的赌鬼老爸，不知道怎么查到了我们家地址，3天2头来闹，邻居对我们指指点点。江云和他妈妈只告诉我不要搭理他，便由着他在小区撒泼。我不想他打扰到江云，因此在他爸提出每个月给他5000生活费的要求时，尽管这并不是一笔小的长期固定支出，
我还是答应了，并警告他，如果再来骚扰江云，我会马上断了他的生活费。岳母和小舅子搬来后，每天好吃懒做，家里时常被弄得乱七八糟。为了不让江云烦心，我承担起所有的家务，即使工作再忙，也会保持家中整洁，做好一日三餐。岳母开始几个月还会稍微帮做下家务，后来见我无条件妥协，居然开始挑剔起来。这2年，岳母隔三差五就要我帮她买什么营养品，逛街买衣服。她弟才高中，可低于2000的鞋子她都撇嘴。我这个岳母最常说的口头禅就是：“许晨，你一个大男人，要不是我们云儿养着，恐怕得去睡桥洞了。”只是他不知道，这么多年养着他们的人是我。江云的钱我不知他具体用途，但是翻翻他朋友圈每天的记录，也能猜个8、9不离十。去阳台点了支烟，轻吐一口，烟圈打着旋悠然上升。我按压着打火机，一下又一下，咔嗒咔嗒的声音一下下击穿我自己编织的幻梦。在烟雾散去，手指中间只剩烟嘴的那一刻，我敲实了心中的决定。我在阳台坐到了天明。岳母起床，看到客厅和饭桌的一片狼藉，尖声尖气地讽刺道：“许晨，你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大男人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难道不知道云儿每天上班有多辛苦吗？”我慢悠悠从烟盒中倒出一支烟，点燃，深深地吸入肺部，再缓缓吐出，慢条斯理地开口道：“他是上班辛苦，你怎么也不知道帮他分担一些？你和你那儿子不也是在这个家白吃白睡吗？”岳母听了我的话，差点气晕过去。她指着我的鼻子，有些结巴地谩骂：“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信不信我让云儿断了你的经济来源？”我笑了，超大声：“去呀，现在就去呀！看看我失去那1500元将活得多么凄惨！”我冲他摆手，示意让他快点去。岳母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上来撕我的嘴。这时，卧室的房门打开了，穿着真丝吊带睡裙的江云走了出来。看着她这穿着，我陷入了沉思。不是，从入冬开始，她就换了纯棉睡衣。怎么昨晚我没睡主卧，她穿这性感吊带裙给谁看？还没等我想得深入，江云已经毫不客气地冲我喊道：“许晨，你怎么惹我妈了？快点给她道个歉！一大早的，你烦不烦啊？”他转头又瞅见了边上满是脏盘碟碗的饭桌，皱了皱眉，尽快把饭桌收拾一下。还有，以后别动不动就去我公司，别人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不好意思开口。我把抽了1/3的烟狠狠按灭在阳台的玻璃窗上。江云的眉毛皱得更紧了，她深吸了口气，张嘴就开始骂：“我每月供你吃，供你花，你甩脸子给谁看？不要以为我和你结婚，我就是你的了。告诉你，我随时都可以和你离婚。”我心里叹息一声，这么多年的情感，终究我是错付了，那就离婚吧。我没有任何犹豫，就如同当时他问我要不要娶她一样。江云瞬间气结了，他未骂完的半句话又咽回口中。良久，他问：“你说什么？”我面无表情地回道：“我们离婚吧。”江云笑了，笑得讥讽和鄙夷：“许晨，你好好考虑清楚，除了有你爸妈给你买的这套房子，你还有什么？29了，不是啃老就是啃妻。”我没有让他继续喋喋不休，这些话我已经听了无数遍。江云，离了吧，房子卖了，我会分你一半，其他我什么都不要你的，我们好聚好散。以前从不知道从他温软红唇中能吐出这么伤人的话语，当第一次听到时，感觉恶毒的语言像一把刀子，一下一下戳着心。
我一个人抽烟抽到后半夜，都没能想明白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岳母的冷言冷语，小舅子的出言讽刺，都没有他的嘲讽让我难受，因为她是我心中爱了10多年的女孩呀。江云上下扫视了我一眼，无限轻蔑。她并没有回我，估计是懒得和我纠缠，转身回了卧房。半小时后，她已经化好了精致的妆容，穿了咖色风衣，配了千鸟格短裙，准备出门。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好好考虑你刚才说的话。高高在上的态度，配上她现在妆容，俨然一个女王。她走到门口鞋柜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自己想穿的高跟鞋。她带着愤怒眼光望向我，我没有像以前赶紧拿出帮她护理好的皮鞋，蹲在地上帮她穿好，而是默然看了看她，打开了手机。随着一声提米，我整个人陷进沙发里。在江云走后5分钟，我脑瓜子依然被她出门时的摔门声震得嗡嗡作响。6. 我拟定好了离婚协议书，协议简单，除了房子1人1半，其他所有东西我都不要。这房子是我爸妈辛苦半辈子买的，我用自己的钱装修的。当时为了江云面上好看，我还骗我爸妈说这是江云家出钱装的。说的久了，他们竟真的以为自己出了钱，动不动在我爸妈面前念叨几句。江云开的车子是我个人给他买的，送给他我也无所谓，好歹全了3年多夫妻情分。至于江云名下所有的财产，我不知道有什么，我也一分没要。半夜12点多，我把离婚协议书摊在半醉半醒的江云面前时，他瞬间气得小脸煞白。许晨，是我对你太好了，才让你觉得可以拿捏我。我现在签下后，你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他晃了晃身子，显然喝得有点多。如果说后悔，我后悔的是当日同意娶你。我一字一句斩钉截铁。江云的脸一阵青一阵白，渐渐眼中迷蒙上水雾，浮上几分屈辱。看着他这样，我心也一阵钝痛，捏着离婚协议书的手也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他没有接过，而是一把打掉我手中的离婚协议书，哭着跑回了房间。看着他哭得凄然，我心中有些不忍，毕竟我们夫妻一场，也不想闹得太难看。这样想着，我准备推开虚掩的房门去和他聊几句，却听到他哭着和男人通话的声音。佳明，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伤害我？我尽心赚钱养家，还要养他，甚至连他的内裤都是我买的。我低头看了看藏在裤子下的内裤，这明明是我网上给他妈妈买羽绒服，为了凑最后一个每满300减50的优惠买的39块9 3条的内裤，怎么就成他买的了？不知道那男人安慰了他什么，他从哭泣逐渐到平静，最后到笑靥如花，直到屋内咯咯咯的娇笑声传来，才发现自己已经站麻了双腿。在打开房门出来时，他的酒似乎已经醒了，表情也平静了。他右手拿了支笔，左手抬了抬手，示意我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他。接过协议后，他毫不犹豫地在签字栏那里重重写下了江云。此时墙上的时钟指向了凌晨2点。第2日是周六，江云不用起早上班。许晨，你帮我干洗的羽绒服放哪里去了？我还要和姐妹们去排练广场舞，你抓紧给我找出来。早上6点多，岳母直接推开了书房的门，冲着我喊：我不清楚，自己找。我缩在躺椅上，头盖着外套回答。他骂骂咧咧地关上了房门。客厅里发出一阵叮里当啷的响声，我无动于衷，伸手戴上耳机继续睡。应该是江云受不了这么大的声响，开门责备了他妈，母女俩吵了起来。
好一会儿，听到2声巨大的关门声后，房间又陷入一片寂静。原来他们也是可以互相指责的。以前我怕他们起冲突，总是站在中间做和事佬，到最后他们2人的矛头总会一致对着我，一个人骂我无能，一个人骂我吃软饭。上午9点我醒来，走到客厅一看，差点气到心梗。东西被乱七八糟的丢了一地，有脏衣服，有客厅柜子上的摆件，地板上踩的到处都是黛妮的脚印，厨房门口还有一滩牛奶渍。岳母因为我不给她找羽绒服，竟然把家糟蹋得一塌糊涂，等着我去收拾。幸亏小舅子上高中，1个月回来2次，不然有他的加持，母子俩不知道要造成什么样。我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敲响了卧室的房门。等了半天，江云才打开房门。她穿着性感、眼角含春的媚意还未来得及压下，她有些不自然地问我干嘛。我不想思考她现在在房内满眼含春的在做些什么，一把将她拽出到客厅，让你妈把房间收拾干净，否则别怪我对她不客气。江云看了看凌乱的客厅，面上难得浮上一抹难堪。她蠕动了几下嘴角，小声说：“我会和他说清楚的。我预约了周1上午登记离婚，到时候还需要你请半天假。”我提醒他一句，他望着我的眼睛，想说什么。此时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他低头看了一眼，勾了下嘴角轻笑，随即压了下来，然后他轻快地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回了句：“好。”我和江云去离婚的时候，岳母正在浇花，咱们的鲜花就是不能插在牛粪上，否则脏污了自己。你说是不是呀？有些人就得有点骨气，不要到时候像狗一样摇尾乞怜。他像是对着花草溢出的絮语，但只要是个人就知道他在指桑骂槐。江云没有出言阻止，我也懒得搭理，直接走出了家门。江云是开车带着我去民政局的，一路上他手机响个不停，他车开得心不在焉，时不时就望向中控台上的手机，只要有红灯，立马打开手机看一看，直到差点撞上马路中间的隔离带，他才稍微定了定心。排队离婚的人很多，等了2个多小时才排到我们，这还是提前预约的情况下。当时我想，如果没有离婚冷静期和诸多限制，怕是这民政局的大门都能被挤飞了。回到家后，当着江云的面，我把岳母叫了出来，告诉她，按照我们离婚协议的约定，房子我们将卖掉，折成现金。岳母听后又要开口骂，江云给她使了个眼色后，她才不甘心地闭上了嘴巴，但还是不忘强调，在卖出之前，我还是有权利住在这里，谁也别想赶我走。我也不想和他争辩，我让中介挂的房价比市面低10%左右，且位置又好，相信很快就会有买主上门。他愿意折腾就折腾去。我搬了毯子被子，准备直接住到了书房。江云抱着手臂，松懈着右脚，冷冷站在一边，冷嘲热讽：“呵，这么想单独睡一间？外面是有什么见不得的人方便聊天呢？我不像某些人，婚姻存续期内玩得那么花。”我直接回呛。江云很显然被气到，恨恨地跺了一下脚：“懒得管你，不识好歹，别等几天出去租房的钱都来和我要。”我扯了扯嘴苦笑：“放心吧，这点自尊我还是有的。”离婚冷静期内，之前合作的那家公司负责人再次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公司。他提出除了固定月薪外，股份分红再分给我8%，前提是要参与到公司的核心运营中来。他把前2年的财务报表粗略给我看了下，
我掰着指头算了算，如果按照这2年公司运营情况，光分红就要上7位数了。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负责人在得知我正在租房后，还立马给我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果然，人生有得必有失，失去了烦恼，得到了事业和金钱。在我搬到单位宿舍的1周后，江云一家3口也搬了出来。当然，他们是不得不搬。中介把房子挂上去10多天就被定了。我们那套户型不大不小，装修我也都是花的真材实料。边上是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妥妥学区房，价格还低于市面，快速成交是必然的。1个月的冷静期很快就到了，还是江云催着我快点一起去把离婚证领了。估计是迫不及待分那1半的卖房子的钱，回了趟老家，把剩下的那部分钱交还了爸妈，然后告诉他们我和江云离婚的事情。我爸指着我鼻子质问我是不是在外面做了对不起江云的事，才导致离婚。我向爸妈发誓，我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江云的事情，离婚纯粹是因为感情不和过不下去，也向他们保证了是好聚好散。最后，我爸深深叹了口气，你现在大了，我们也是管不到你了。我是坐高铁回 A 城，不想在候车厅遇到了初中同学斌强。几年不见，这小子是越发精神了，一派社会精英的样子。他看见我，激动地向我招手，许晨。我微笑着向他点头，走到了他身边的空位上坐下，问：你也去 A 城？是的，我未婚妻在那边工作。他笑得开心，恭喜啊，到时候别忘记通知我喝喜酒。我和斌强关系并不是十分要好，此时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突然他问：怎么没见江云呢？我沉默了一下，还是如实告诉他我们已经离婚了。真的吗？他蓦地激动，握住我的手。我被实实在在吓了一跳，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鲁莽的动作，紧接着又开了口：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情，之前没和你说，我是怕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如今你离婚了，我也能放心和你说了。我大脑飞速旋转，琢磨着他这话意思，难道是他要和我坦白他曾经和江云有过什么特殊关系？我皱着眉头，没有说话。斌强轰过来一记闷雷。之前江云怀孕7个月打的胎，月份太大了，伤了身子不能生育。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想告诉你时，你和他已经结婚了。我一直后悔当时和你说起他的事情，才导致你和他结婚，真的自责了好几年。许晨，虽说宁拆10座庙，不破一桩婚，但是我赞你离得好。他怀的是那个小白脸老师的，你认识的，被他老婆知道了，听说无奈才和你结了婚。这是他妈回老家亲口和别人说的，结果那人散播出来了，这记雷从耳朵穿过大脑落入心脏，最后轰然炸开，我感觉耳朵失了聪。从这句话之后，后面的斌强说的什么，我再也听不进去了。我相信他的骄纵、嚣张跋扈，也相信他和现在的经理关系不太一般，但是我无法想象4年前的他选择我，居然是这样的原因。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和他领到结婚证时的幸福感。我不在乎他是否能生孩子，只拥有他，我都感谢是上天的馈赠。领证那天的宣誓后，他和我说，这辈子我会永远爱你。因着这句话，无论他家人对我态度如何，我都义无反顾地呵护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分担家中的压力。雷爆掉的那一刻，一个叫爱情的东西化为粉尘。当我意识逐渐恢复，斌强还在我耳边碎碎念：许晨，往事已矣。我告诉你这件事，一是因为我内心的愧疚，二是因为我知道你用情过深，
希望你能尽快走出来伤，去找真正值得去爱的女孩。我常常虚出郁结于胸中的闷气，有些释然。斌强真是好人，她要是个女人，我都想嫁给他了。谢谢你，强哥。我结结实实给了他一个拥抱。11，回到 A 城的我，全身心投入于工作，工作耗费掉我每天10多个小时的时间。我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想之前的事情。在见到江云的时候，是在甲方的合作酒会上，她是作为女伴陪佳明来的。她装扮出彩，一出场迅速吸引了半场男士的注意，显然她也感受到了众人追随的目光，头又骄傲地扬起几分。佳明也有些洋洋得意。公司董事带着我给是多家软件公司负责人介绍，也是让我和前辈们认识认识，因为他准备将众多重要业务交接给我。结束后，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休息，好巧不巧，被江云发现了。他看到我的时候，差点笑出了声。许晨，你在这里做服务生？我没有搭理他，喝光了手中剩下的小半瓶矿泉水，扔在垃圾桶里，随即起身准备离开。他见我没有回应，又是尖声尖气出言讥讽，没想到现在的服务生都需要西装革履了，果然是时代进步了。我握紧了拳头，生生忍住。今天是我们公司，也是我的重要场合，我不能失态，否则我真想把拳头捶在他姣好的脸蛋上。再看他嗷嗷扯着嗓子哭，正在他张着小嘴还要巴拉巴拉的时候，公司董事冲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将挡在面前的江云一把推开，快步走了过去。当我和甲方项目总负责人交谈时，余光瞥见江云震惊的目光。12，我们和甲方的项目开展得很顺利，因我们高效做方案，不断地配合他们在修改，直到他们自己都改烦了，我们依然高度配合。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详细的市场调研，结合用户使用情况和反馈进行开发设计。交方案前会一次次进行测试，检查 bug， 还会初步给出下一版本的迭代方案。甲方项目总负责人非常满意，为此他们把原本打算同佳明他们合作的几个软件项目也改签到了我们公司。我每天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江云那个赌鬼老爸的电话。好女婿，怎么这2个月的钱还没转呢？你抽空把这2个月1万元一起转给我吧。还没等我回答，他厚着脸皮又道：我上个月打牌赢得多，所以暂时没和你要，你可不要以为我不要了，这次你把上个月欠的一起赚了。我冷笑，难道江先生不知道我和你女儿离婚了，以后你向他要？他爸立马反驳，那怎么成？是你答应我的，我只能找你要。还真是吊死鬼擦胭脂，死不要脸了。以前我好歹算你女婿，现在我走在你身边，顶多算个路人。你找路人每个月要5000，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他爸还不死心，那你总得把欠2个月的还我，后面的我找那2个死女人要。我怀疑他脑子有什么毛病，怎么听不懂人话？他见我没有搭话，思索了一会，恍然大悟道：是不是那2个女人欺负你了？好女婿，你放心，我去给你报仇。说完急匆匆挂了电话。这居然还有意外收获，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的。反正他说替我报仇的第2天，我就接到了江云的电话：许晨，你有空来家里吃饭吗？我们都想起你。他说的暧昧，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对不起，我没空。昨天收拾屋子，发现有你一个蓝色的移动硬盘，要给你的。我做了菜，你过来吧。正巧小林也放假了，小林就是他真在上高中的弟弟。我回想了下蓝色移动硬盘，
里面倒是没有太重要的东西，但是有很多之前的照片，还有一些大学毕业的论文，还有收藏的一些老电影，也算一种回忆。我说，吃饭不用了，我去拿回硬盘。13看了眼江云发来的地址，是老破小区的位置。我特意开了新提的 CV 过去，还没到门口，就远远看到江云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小区门口张望。当我把车停到他面前时，他还愤恨地瞪了2眼，似是责怪车子挡住了他的视线。我放在车窗，向他打招呼：“硬盘呢？”他一脸愕然：“你还借了辆车过来呀？”一瞬间，我哭笑不得。转念想想，在他心中，我连内裤都要靠他买的人，怎么会买得起这30-40万的车？估计他也觉察自己问的唐突，忙堆上假笑：“前面有车位，硬盘在楼上呢。你停好车跟我上来吃顿饭。”江云在前面带着我上楼。楼道里潮湿难闻，每一层阶梯上都黑乎乎的，油腻无比。爬到了5楼，才到了他住的地方。打开门后，我更是震惊。客厅的沙发上堆满了衣服，地板也脏兮兮的，看不出本来面目。只有饭桌周围是干净的，桌上放了4道菜：拍黄瓜、西红柿炒蛋、1条鱼，还有1碗汤。整个屋子的酸臭味加上饭菜的味道，让人阵阵作呕。估计是听到客厅的动静，江云他妈和他弟也先后出来了。他妈眼角乌青，看着像被人锤了；他弟倒是不服气一样的看着我。他妈看到穿着光鲜的我，眼珠子转了转，讪讪的开口：“许晨啊，来，快坐下吃饭。”我看着饭桌上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摆了摆手拒绝。我就来拿一个硬盘，拿完就回去了。然后转头和江云说：“麻烦你帮我拿下硬盘，我也好回去了。”他妈往前一步，挡在了江云面前，上来就想抓住我的手。“那个许晨，你和妈说实话，云儿一个月到底给你多少钱？为什么他给我的生活费，我连1个月的菜钱都不够？他一定是对我撒谎了。”江云尴尬又气恼地拉了他妈一把，我后退一步，躲开了他的手，凉声道：“他每个月给我1500啊！”他妈显然不信，摇摇头：“不可能，1个月1500，你怎么可能买到那么好的伙食？我们空调24小时开启。还有小林的鞋子都几千，你还给我买那么多的保健品和衣服，甚至还给那个死鬼1个月5000。江云到底给你多少？你给我说清楚。”说到这里，他已经有几分歇斯底里了。看吧，这些他都知道我对他们的所有付出，从前只是视而不见而已。我面无表情地回他：“江云确实给我1500，但是忘记告诉你们，我每个月还有几万块钱收入。你说的那些都是我自己出的。”什么？这次是江云和他妈同时开了口。他那个2世祖一样的弟弟，现在也有几分震惊。他妈难以置信，脸色惨白，喃喃自语：“怎么可能？你不就是只会在家玩游戏？那些钱不都是你诱骗你乡下的爸妈？”说到这里，他突然住了口，惊慌地瞥了我一眼。原来他们也都知道我补贴家里，只不过他们以为我伸手和我爸妈要的，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享受着我给他们带来的物质。许晨，他那死鬼老爸现在又缠上我们，你能不能帮我们？怎么帮？我好奇他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和云儿复婚吧，我实在受不了他了。昨天他找到这里，二话不说就开始打我，幸亏云儿不在家，不然也够呛。说着，他眼角流下几滴浑浊的眼泪。你和云儿复婚后，还是按照以前那样就行了，每个月给他点钱打发了。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
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我一刻都不愿意与之共处了。我大声冲江云吼道：“马上把硬盘拿给我！”现在，江云被我的气势吓到，脚步踉跄着奔向其中一间屋子，没一会便把硬盘交到我的手上。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甩下这句话后，我立马转身离开，远离这污糟的空气。我已经快被熏到昏厥了。14，江云自然把我那天的话当放屁，这是他一贯的做法。从那天开始，他经常来我公司楼下等我，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换做以前，我恨不得心疼地搂紧在怀里，现在我只觉得厌烦。许晨，对不起，我之前愧对于你，你原谅我吧。他冲了过来，想抓住我的手，我一把甩开。怎么，不是和你经理在办公室吻得昏天暗地吗？现在怎么突然想起我这个免费居家男保姆了？江云眼里浮上惊慌失措，大概是没料到，我那天不仅看到了他们的激情，还听到了他对我的语言侮辱。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他只重复着这句苍白的话，甚至不知如何编织后面的理由。我不聋不瞎，我说的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见的，还有你们手机上的聊骚，当我不知道吗？江云的腿已经有些软了，他几乎要瘫倒在地上。你都知道了。我冷冷俯视着他。不然呢？他像被泄了气一般，完全坐在了地上，眼中一片茫然。我没有再理会他，扬长而去。15，找了几个软件业内的人，打听了下佳明的情况。很好打听，因为他居然是知名企业 HC 集团的孙女婿，女儿都5岁了，在实验幼儿园上中班，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据说他是妥妥凤凰男，家里是山区的，凭着好皮囊把现在的老婆拿下，留在了 A 市。可以说他现在的一切都来源于他老婆背后的家族。他现在公司做的很多业务都是人家卖着 HC 老总的面子而合作的。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周末，我戴上帽子和口罩，假装邂逅了带着女儿玩耍的佳明老婆。和江云的娇媚不同，这个女人浑身上下无不透露出一种稳重大方，一看就是事业型的女强人。在她不小心碰掉我的手机时，她连连和我说抱歉，然后弯腰捡起，帮我检查下手机屏幕。待她看清楚手机屏幕里的照片时，她的表情一点点冷了下来，气压低得吓人。她沉着声音问：“你是谁？”我自然不会告诉她我是谁，只平静地告诉她，我是看不得他这样欺骗你，所以想提醒一下你，不要被你最信任的人欺骗了。手机里是原先我从江云车内行车记录仪里面拷贝的他和佳明各种嗨皮的内容。他掏出随身携带帆布包里面的手机，一张张将那些照片拍了照，然后把手机扔到了我身上，声音很厉而冰冷：“我警告你，收起你想耍花招的心思，我家的事情我自会处理，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感受到了 H 国财阀家长公主的压迫感了。我点头如捣蒜，他出手比我重多了，我求之不得。16，没过多久，就传来了佳明和江云双双被开除的消息。听说 C 集团的老爷子还在业内放言，谁敢再聘佳明，就是同 HC 作对，后果要自己掂量掂量。自然，佳明离婚时也被净身出户了，简直失业失婚双丰收，都忍不住想恭喜恭喜他了。不过原公司也是仁义，虽然开除了2人，但是该给的失业补贴1分也没少，2个人加起来也20多万。要不怎么说这俩人没脑子呢？若是别人，如果说在本地找工作无望，
大不了换个城市，或者自己拿这些钱做个小个体生意。结果这俩货居然拿着失业补偿金去旅游了，彻底放飞了自我。朋友圈、微博各种晒亲密照、美食、风景、购物等等，我一一为他们点赞。大约晒了10来天，终于消停了。看来是从梦境回归到现实了。待他们回来想去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只要有点名气的公司都是处处碰壁。这时才意识到大概被业界封杀了。结果不知道这俩人谁琢磨出的馊主意，又开始剑走偏锋了。俩人准备办婚礼收礼金。当江云联系我问我有没有空去参加他和佳明的婚礼时，我回复了句：参加你个嘚！不过还是赚了500元礼金，分2次赚的，2个250，他居然2个都收了，简直震惊我！1万年好吗？没几个月，不知道是婚礼的礼金钱花光了，还是怎么的，江云又开始四处借钱。之前我俩的共同同学和好友，有些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的，还问我他到底怎么了，像被下了蛊一样，说话絮絮叨叨的。我表示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那个赌鬼老爸再纠缠我几次，发现我软硬不吃后，也彻底绝望了。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前妻和女儿身上，认为是他们2个把我这个财神爷给逼走了，然后就要他们俩把那每个月5000元的生活费补上，不给就在小区大闹，还去儿子的高中去闹，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17，至于佳明，居然走了江云他爸的老路，染上了赌博。一开始失业的他，只是想玩玩牌打发时间，却没料到实实在在赚了10几万。他以为自己天生赌神，有发哥附体，却不知这是人家做的局。从他入局的那刻起，就意味着他要倾家荡产了。佳明在赌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变卖光了与江云为数不多的财产后，又把老家县城那套靠前妻买的3室1厅也卖掉了，最后连父母的老宅也未能逃过他的魔爪，一并被他霍霍了。他爸妈受不了村上人的指指点点，索性搬到半山养了几十只鸡过日子，也算图个清静。2人年岁大了，为了买菜和卖鸡蛋方便，佳明他爸花4000买了辆电动3轮车。虽然在半山腰，但是政府早些年就修了路，开电动车都能直接上去。这清静日子没几天，赌红了眼的佳明居然把他爸新买的3轮车偷去二手市场，1000元就给卖掉了。直至最后卖无可卖，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东躲西藏。佳明在一次学开大货车时，因操作失误，导致截去了右手2根手指。出院回家，就把江云和他妈给打了一顿，说2个人是扫帚星，就是因为他们，他的日子才这样狼狈，还骂江云是不会生蛋的老母鸡。这些都是江云他妈在电话里哭着和我说的。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许晨，之前是我们错了，现在鱼儿活的人不人鬼不鬼，你能不能来帮帮他？我不求你能原谅我，可鱼儿还年轻，我只想求求你能把他带着脱离这苦海。他低三下四地哀求着，只要你答应，我让鱼儿再也不工作，全心做家庭主妇，就像你之前一样，我们都听你的，可以吗？许晨，算我这个老太婆求你了。我深深吐出口气，原本以为看着他们这些人悲惨，我会很开心，很畅快，但是真到这一天，我只是觉得心口像被塞了棉花一般，堵得慌。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失去了才知珍贵，但是这些都晚了。往事随风飘逝，云卷云舒，早就物是人非了。我心平气和地和他说，阿姨，我已经认识了新的女孩，我们快结婚了，
以后还请你们不要再联系我了。那头久久的沉默，我挂断了电话。我确实要结婚了，女友是我们公司董事的女儿，18。在听到江云消息的时候，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了。一个周末，斌强说想找我喝点小酒。他现在和妻子定居在 A 市，儿子都1岁半了。酒过半酣，不知道怎地，他又提到了江云，说是前段时间刚回家做了早期乳腺癌的切除手术，现在在老家休养。他哈着酒气笑问：“你现在听到这些，总不会再心软了吧？”我笑着摇头，没有说话，端起面前的白酒一饮而尽。当日我不顾他身体不能生育，视他为珍宝，可他却视我如草芥，弃我如敝履。如今我已经找到真正能够归属的情感，而他只不过是过回本该就属于他的人生罢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